这边往左看，哒哒，白天的 CC Museum。Hofburg 2个 museum，Parliament House、City Hall、Baptist Church。我就是看到这个，现在这个天气，面包好质感，好吃面包。Austria is a place that Hi everyone, this is my first ever Europe trip. 这一次选择的是 Turkish Airlines， 主要是选 Turkish Airlines 是它的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呢，它的 layover 的时间也比较短。我会从瓜拉伦波飞往 Istanbul， 然后再从 Istanbul 飞往 Vienna， 坐的是经济舱，来回的机票总共是2684，还有包括30 kg 的来回 check-in luggage。因为飞行时长呢是10个小时，所以呢 Turkish Airlines 付了2餐。上飞机前呢会给你看看 menu， 飞行时间是早上6点，所以我就点了 omelette， 然后它的片单选择很多，我就是爱看 Marvel。第二餐呢就是不辣的 curry rice， 它扣头的垫子还是 foldable， 这点真的超加分，做到我的脊椎要麻痹了，我才刚到 Istanbul。Istanbul 飞往 Vienna 是小型的飞机，但是还是硬塞给你1份 spaghetti， 我本人觉得 cheese overload。就这样，我到了 Vienna。现在呢已经抵达 Vienna 了，然后呢我们现在 on the way 要去我们的民宿 check in， 现在是 Austria 时间的4点半，所以呢我们现在去把我们的东西整理一下，把我们的那个 winter jacket 拿出来过后，然后呢就要 on the way 去station 转去我们的 accommodation check in 了。So let's go。现在是42分，还有1分钟，我们的火车就要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仁旺，现在呢是5点10分，然后我们要坐 S2 去到这个我们住的地方。这是我们住第1晚的酒店。Steph， 你看那个 sunset， 还是一张床，然后还有给你2个被单，哦，还不错哎。然后这是它的洗漱间，有毛巾、大镜子，然后就是Europe 的酒店呢是没有冷气的，只有抽风机。刚好我们来的是秋天，所以我们就是开，然后给那个冷风进来。Hello， 各位，我们现在呢从我们的 accommodation 出来呀，就是我们要去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景点。现在这个天气 ，It's not 7 p.m. or 8 p.m. 现在呢是奥地利时间的6点，因为他们的 daylight 时间比较短，所以6点过后我们就开始天黑了。现在 on the way 要去圣史蒂芬教堂。来到了。Graben Street 格拉本大街，看那个黑死病的柱子。我们现在就来到了 Graben Street。Graben Street 呢，就是 Vienna 主要的那种 business area， 它就是会有很多不同 brand 的牌子，然后他们的建筑物也好好看。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前往 Column of Pest， 就是黑死病的柱子，然后纪念他们这样子。我们来到了 CC Museum。CC Museum 呢，如果你们要进去它里面的 museum， 要参观里面还需要花 ticket。可是如果像外面这些，我影片里面拍到给你们看的这些，都可以免费参观的。这个呢就是 CC Museum 茜茜公主的教堂，里面呢是要给钱的，然后应该是现在都晚上7点了，所以它应该是关了。这个呢是纪念奥地利帝国的第1位皇帝的一个建筑物。如果你们要看外观，
要看它的建筑物的话，其实都是免费的。这个就是瑞士门。从这个瑞士门里面穿过去，穿进来，里面也是一个它的一个内堡的一个设计。我们现在呢就要去到霍芬的霍夫堡，这是它天黑有这种长相。我觉得他们建筑，他们天黑的时候的那个灯可以再打慢一点，不然就是感觉会很密集恐惧症。我们已经成功到维也纳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搭火车去到维也米特。维也米特这个路线呢，就是在维也纳市中心的位置。我们第一天坐的是维也 HBF， 是中央火车站 ，Intercity Transfer 是很方便的。今天要住的地方是叫维也米特，是在 within Vienna City Transfer 比较容易的。我就是看到这个，看着他们的这个路线。我们成功把 luggage 放到了，现在就在等巴士要去到美泉宫。可是我们的美泉宫呢是从上开始往下，所以我们现在在等一个63A 的巴士。到了中，这个巴士会直接从上面上到那个美泉宫。坐这站，然后坐一个5站，这样子就会到 Stranitsky Gas。抵达美泉宫，我们现在呢要走去一个叫做 Small Garden 的一个地方，从上往下看。现在是下雨的时候，发现到他们好像都不喜欢带雨伞，有一些会带雨伞，但是大多数好像都是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淋，反正它都是类似阵雨那种的，所以一下子就挺好的。美泉宫从往上开始下，就代表你的路程会从往后开始看。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来到了格罗瑞特厅，它是用来纪念哈布斯堡王朝的权力与荣耀。给你们看一个很 killing 的 scenery。这边往左看，哒哒，从这里就可以俯瞰整个宫殿，还有维也纳的市景。这个景真的绝美，各位，你们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俯瞰拍。我们先吃一点东西，果腹先，我们就会走去那一条过道，然后拍景色啦。我们点了这一份来吃7块鱼肉，它就是从那个门口进来，然后就在这一摊就有卖了。那个面包。超级干，跟沙漠一样干。大香肠，因为它的香肠是好吃的。现在就是在往美泉宫往下走，这个路线其实就是一个下坡，完全省力版，从上往下走。OK， 要感谢小红书。这条路线是在小红书找到的 ，Thank you。Neptune Fountain 周围有水神、仙女还有海洋生物的雕像，就是如同黄泉还有海神的力量可以掌控自然还有世界。对面这个就是美泉宫了，你们看，这就是一条线，从上边的这个凯旋门到下面的这个瀑布。然后连接对面的这个宫，超好看。如果你们要进去的话，可以直接进去里面买票，因为我们不需要，我们就是绕着这个宫殿外面走就可以了。皇宫的正面，你看到那 Christmas tree， 我感觉它应该是要 prepare for Christmas， 所以它就把这边封了，从这边不可以看。Anyway， 这边就是它的正门口啦。这2个老鹰，现在已经逛完美泉宫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又要搭火车从这一站到3站，然后在一站叫做 Margaretine 的一个地方下，然后呢再换乘搭18号的 tram， 就可以去到美景宫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踩的第2个点。来到了美景宫，
哦，还在 under construction 的美景宫，美景宫都是比较靠近 central 一点的，美泉宫是比较远一点，因为可能美泉宫的占地面积比较大 ，construction 中 maybe 可能绕去后面看会比较好看一点。说在 under construction， 但是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屋顶上面的细节。下雨的维也纳真的是太让人生气了，明明这么好看的景，可是它下雨了。你整个来很解，就是会很解，因为下雨。可是它是那种细雨，它不是那种刀破，它只是那种 drizzling， 所以还可以接受。这些应该是排队要买票，然后去里面观赏它的皇宫的队伍。然后那里是，我们现在呢就是 on the way 要去 St. Charles Church， 就是里面很美，非常的壮观的一个 church， 然后它好像是有入门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就是前往那个 St. Charles， 它离这个美景宫呢走路差不多是一个500米，大概是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所以呢就是可以走过去的。到了很庄严的地方，全部人都讲话都是那种轻声细、很小声的。入门票一个人是9块半1€，我是觉得蛮值得花，然后看这个 creation 的，因为它真的是很漂亮。你看一进去看的时候，是给你很震撼的感觉的。从门口出去，它还有一个点是可以上去的。是圣卡尔教堂里面的样子，它的高度是70.4米，然后呢，建于从1716年就开始建起了。这个就是负责圣卡尔教堂的 architect。9块半的票还蛮值的，我们现在来到了教堂的最顶端，往下看。然后呢，我们现在 on the way 回去米特站，拿我们的 luggage check in hotel 先，大家再给你们评价，看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 hotel。它很 not responsive on Agoda， 我们一直 catch up with 它，这个要怎样办，那个要怎样办，它也没有睬我们那些，就是只是发给我们一堆 info， 所以 we better be 趁还有人的时候去 check in 先，不然到时候没有房子住也是很没有办法去 access 这些东西，所以先回去米特站拿 luggage 先。来到了我们维也纳的住宿，它真的是很小一间。然后这是他的厕所 ，OK，very 的 tiny， 2张单人床，还有3个插头在这边。它没有热水壶哈，外面的风景。OK，that's it， 很小罢了。白天的 CC Museum 是不是比较好看 ？Hofburg。霍夫堡，然后呢，对面就是它的英雄广场。我本来要去英雄广场，但是它的英雄广场应该是 closed down for the events，so 他们就没有开。Anyway， 给你们看一下 construction 的霍夫堡。看到后面吗？那个就是市政厅吧 ，under construction， 不懂是什么 construction。看很多人都在外面拍照，在外面拍照。请把 Baptist Church 排在白天，因为我觉得晚上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
现在算是我 solo city walk， 我已经把 Hofburg 2个 museum、Parliament House、City Hall 和 this church 都走完了。Anyway, it's kind of like 90%， 因为还有那个维也纳歌剧院没有去到，所以 maybe 我想要先去吃一餐先，再去维也纳歌剧院。我来到了一间 random 的店 for dinner， 可是我没有 research 清楚，看看它有没有 pork chop， 因为我想要 try 它的 pork chop 嘛。他说这里是不 serve pork， 他们只 serve chicken。然后说 anyway 都进来，然后我就 try 看它的 pork chop 是怎样的。然后茶是自己要手动烤的。天哪！其实我对 lemon 还好的，只是我想要说 try 看一下，看放 lemon 是不是特别一点。然后鸡肉的那个肉是很紧实的，你吃了你也不会觉得很油腻的感觉。它的 potato 是有那种酸酸的味道，但是它的酸是好吃的酸涩，然后它的烟道很好，这个 cups 很好吃。Morgan， 今天是 breakfast on the road。刚刚在 Hofburg Market 买了一些面包过后，然后等现在就是要继续赶路。今天算是维也纳的最后一站，看这个白水公寓。白水公寓的全貌了。白水公寓它的来源主要就是因为环保为主题，所以他们才设计的这个白水公寓。我在路上看到很多人都在吃这个 hot dog， 所以我就想说点一个来看看，这样子1份9块9。他们说这个是它的 special， 所以他们才卖9块9。好不远，好不远。很像午餐肉，不好吃的面包。这个 Vienna trip 是蛮 short 的。Vienna 它居多都是建筑物啊 ，museum 比较出名。如果你们想要去看那些自然风景的话，那么就是第2个 video 比较多。Austria is a place that I really suggest 可以去玩 ，and it's the very first place for you to explore Europe。你要 nature， 你要 hiking 也有，你要城市 history、art 它也有。如果 suggest travel period 的话，就是在10月尾到11月头，因为他们是刚好进入 winter time 的 daylight 时间比较短，早上可能6点多就亮了，然后4点多4、5点就天黑了。也算是属于他们的淡季啦，偶尔会下雨，可是它的下雨不是那种downpour，它的下雨是那种 drizzle 的。因为你的 winter jacket or 你的那个 windbreaker 已经 waterproof 好，所以你们就带着那个继续走，它也不会很影响。And then that's all about Vienna 的 video. Looking for Budapest and Austria 湖区的 video.